大家好，我是小18店铺的橙子老师。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款非常高档的包包。这款包包特别适合送人或者自己出门背使用。首先，我们在缝制之前要先核对一下收到的东西是否齐全。这是我们收到的皮料部分。这是2根一长一短的肩带，还有一组针线，这个针线是我们赠送的，有1袋5斤。这是我们收到的所有的东西。核对好所有的配件之后，我先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发货的过程中，这个最长的皮料是对折发出的，因为路程有几天才能到你们的手里，所以收到的时候这里可能会有折痕，但是这不属于质量问题。做好之后，这个折痕基本上就已经不见了，会自动消失。我们这款包包和其他款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款是整体油边，也就是我们的边边是经过处理的，而我们之前的包包边上都是不会有这一层油的。其中有2个棕色的片，它只有这里是有油边处理，其他3个边是没有的，这是正常的。之后，我要教大家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缝制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教大家如何穿针、量线和缝线。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是最长的片儿，1个耳仔，1个半圆环。我们缝制这里的量线长度是这个耳仔的6倍长。我们在量线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的是，我们量取的长度一定要比我说的这个长度长，不可以比我说的这个长度短。这样6倍长，我们可以多出一点，从这里剪断。因为我们赠送的线是足够实用的，所以长一点，它也不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我们穿针的方式是2端都要穿2根针。首先，我们要把线
从针眼这里穿过去。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直接把它用剪子剪掉一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蜡线它是比较松软的。然后留出一部分，用针尖穿过线的中间，穿过去，然后把短的这边拉下去，抻紧长线。另一边穿针的方法也是一样的。穿过针孔，针尖从线中间穿过，然后抻紧长的这段线。首先，我告诉大家如何区分面料的正反。看这儿，它有一点那种星星点点、坑坑洼洼的这种感觉，这里是反面。另一面它是正面。我们所有的皮料都要正面朝外。首先，我们把这个耳仔穿过半圆环，要正面朝外，然后这样缝制。我们的起针位置，找一端的第一个针眼，然后对准的是跟它形状一样的、相对应的这个孔位。同时，第二根针从紧挨着的第二个孔位穿过去。两边的线均分，之后用上面的这根针，它穿过的是下面这个孔位，这里也是穿过刚才穿过去的这个孔位，第二个孔位。然后抻紧拉线，继续缝制下一个孔位。穿针的时候要尽量避免扎到手。
缝制完一整圈的时候，是里面外面它不缺孔位，然后不露线，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整个圈都是由线来构成的，不会说有一节它缺一段线。我们缝制完整圈之后，要向前或者是向后再继续缝制1到2针，防止它脱线。最后我们把2根线都锯到这个背面。我们剪断拉线的时候要留一定长度，留短一点。最后我们用打火机固定这个线头，把打火机火苗调到最小，轻点打火机，不要烧到皮料。我们最简单的这个步骤就缝好了。另一边我提前缝制好的，这2个都是一模一样的缝制方法。我们之后的所有步骤用的全部都是一个缝制方法，所以学会第一个步骤后面就会很容易。下一步我们要连接的是这个长围和其中一个棕色的片儿。这里的量线长度比较长，在缝制的时候尽量不要把线都绕在一起。我们的量线长度，有点没有办法把整个的片儿展现出来，就是这整个长度的4倍长，整个这个长度的4倍长。量好线之后，我们用刚才的穿针方式，把2根针分别穿到线的两端。我们缝制的时候是黑色的这个皮料在上面，一定要分清它的正反，这个黑色皮料的正反。棕色的反面就是纯黑色，这里是正面。我们从第一个孔位开始起针，这个第一个孔压在这个片的第一个孔上。同样，第2根针从第2个孔位穿过。因为我们缝制这里的一整圈量线它比较长，所以我们缝的时候要慢一点，因为2根线要缠在一起，就不太好把它弄开。和刚才我教的是一样的，上面的这根线上的针穿过下面第2个孔位，
穿过来。继续从下一个孔位，就是一个孔位挨着一个孔位缝。因为我在教学过程中的这个角度问题，所以我缝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绕手。你们在缝制的时候，不要着急，慢点缝就可以了。它就是按这个形状，这样把它包起来，它缝制一整圈。
你这样顺着它一直用这个黑色的片儿把这个棕色的片儿围住，然后把它缝着一整圈。就是这样缝。这个步骤我已经缝制完一半多点儿了，然后因为它的缝线方法完全是一样的，我就不一针一针的去讲解。我们缝这个拐弯的地方的时候，线要抻紧一些，这样它不会露出，你看这里，它不会露出太多线，不会影响美观。我缝第二个拐角处，示范一下这里。这样我们基本上每缝一针，然后就抻它一下。看，因为它线特别长，然后我就被绕上了，然后我们就把褪出这针就行了，褪出这针，然后继续缝对的。现在到这个拐角处，最有弯度的这里，
线要抻紧。只有这样缝紧，它才不会漏很多线，只会漏一点。完全不漏线，这个确实不太可能的，就是尽量让它少漏线。因为这个蜡线是非常结实的，所以如果你特别使劲抻这个蜡线的话，它可能会把这个皮料这里给弄断，因为两个孔位离的是比较近的。越是快到缝合这个整个片快缝合完的时候，它就越是那种比较不太好缝。不太好缝，你就这个包你就转着圈的去找自己，就是怎么缝得劲儿，然后去找这个怎么缝的位置。你不管是把它翻过来，然后还是转过去的都可以。因为咱们这个所有的包包，它是由一个刀模去裁制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包包的孔位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我们做一板错的刀，然后裁出几千个、几万个，然后错的包去发出去。所以，如果你缝完之后发现你这个孔位，比如多一个孔位、少一个孔位，它不齐的这种情况，一定是缝错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找是哪里缝错了，需不需要把所有的线都拆了重新缝。所以我们缝制的时候千万不要急，要一针一针的，缝到它该缝的孔位上去，避免你缝错了，最后要全部拆掉重新缝，这个你自己也会很烦的。这样我们这个拐角处就缝好了。
看它就不会说露出很多的线，基本上就是一点点。之后我们把最后的一步，然后把这一条线把它缝完。我们第二步缝制完成，就相当于是完成这个整个包包的一半多了。因为这款包包的配件是比较少的，主体就是一个大的黑色长围配前后2个棕色的片儿。背面，也就是另一面啊，另一面和刚刚我示范的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从我刚才说的这个针孔的位置，第一个孔位开始起针，然后把它缝制一整圈。因为它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不再讲解了。2个完全一样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重复，然后教大家2遍。各位宝宝也是非常聪明的，看刚才我们缝制的。这个是第一个缝制的这面，然后后面和它缝制的，你看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把这面缝制好之后，我再教大家下一个步骤。缝制完这个片之后，后面就是更简单的操作了。这里缝制的时候，因为属于把这个包把它整体都封起来了，所以缝这里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麻烦啊，稍微有一点麻烦，还是需要大家有耐心去慢慢缝制。接下来我们要缝制的是包包上面这一圈，这一圈线主要是起美观的作用。我们用蓝色的这款成品让大家看一下，看这圈线，缝完这圈线，中间要加4个细长条和一个金属圆环。我们缝制这一圈，准备好这5样东西。缝制这一圈的量线长度是包宽的12倍，是这里啊，是这个棕色，这里这个宽度的长度，这是12倍，量12倍。这里的线也是量完之后是比较长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或者是这里加这个帕的时候，把这个圆环捎带着放上。我们找一个起针的位置，从这里第一个孔位开始，把2根针同时穿过去，然后两边的线的长度是平分的。然后刚刚从这里穿过来的这根线上的针，从第2个孔穿出来，我们缝的时候不要一直把这整条线缝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有2个比其他孔位要大一些的2个孔的，这2个孔位就是加入这个细长条的地方，所以我们先缝前面的这几针。还是一样的缝线方式。
们缝到这个大孔的位置的时候，先穿过这个黑色的长条。记住刚才第一个步骤我说的这个怎么区分它的正反面，外面是朝外的啊，正面是朝外的。我们现在这是第一个大孔位，看到没？这个孔位是比其他大的这两个。从第一个大孔位开始穿这个针的时候啊，穿这个第一个大孔的时候就加入这个细长条，同时我们要把方环放进去。然后继续穿这个细条的另一个边的孔。这个细长条是要在里面的啊，是要在这个棕色料的里边。缝这里的时候要拉紧一些。因为12倍这个包宽的线长度也是很长的，我缝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绕在一块儿。
这一部分细条和圆环我们就直接把它缝好了。之后我们要把这一圈缝上，把这一圈缝上的时候，在这儿它也是有2个相隔的大孔位的，这个孔位也是要加一个细条，把它加进去。同时这里另外一边棕色的片上也有2个大孔位，加上细长条。第4个细长条就是放在另一边黑色的片的中间这个部位，就是这2个打好大孔的位置，就是正中的位置，加上细长条，然后把这一整圈全都缝完，这一整圈就是这条线，这一圈孔全部把它缝上。缝完这一圈之后，我们进行下一个步骤，拿出这2个长条，我们提前把它缝制好备用，最后一步的时候会用到它。还是正面朝外，然后我们把它这么折一下，也就是说这3个孔对准这3个孔，再对准这3个孔，把它缝上。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去量线了，我们之前就是缝包会有剩余的线，有剩余的长的，有剩余的短的，我们可以随便取一段剩下的线穿起针来，然后把它缝制好。这时候我们直接用单针缝制就可以，然后我们这儿多留出一点长度，用手给它压住，然后把这3个孔位缝制上。我们在缝完这3个孔位之后，这根针继续往回缝。就这样就可以啊，然后再缝一遍，因为这里用线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可以多缝几针。这样就可以。剪断了线，用打火机固定。其中一个就缝好，然后把另一个以同样的方法缝制成这样的。因为我这剩的线还比较多，所以不用重新穿线了。
最后一步，我们需要缝制这个包包的挂件儿。这个小狮子的挂件儿，我们也是边边经过处理的啊，高大上。这里的量线长度是这个宽度的10倍长。我们只穿一根针，这次使用的是单针缝线方法，这一端不需要。我们起针位置是从狮子的右面耳朵这个孔位开始起针，对应的是和它形状一样，然后针孔位置也是一样的，这个拐角处的这个针孔。最后一个黄色的这个片儿对准的是这2个就是间隔比较大的孔位，上面这个孔开始啊。我们留一部分长度的拉线，用手压住，然后从右往左开始缝制。第2个孔位对准的是这个黑色片儿，第2个孔位，这样穿过来。还是挨着这个孔位，一个挨着一个的去缝。这样不要漏孔就可以了。缝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后面它是没有这个耳朵，后面这个黄色是没有这个耳朵形状的，所以这个时候黄色这里就可以不用管了，直接缝这2层的这个耳朵部分。缝到这儿的时候，这里的这个孔位看，拐角处的就一个三角形，这个里边的这个孔要对准这个孔位，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上后边这个黄色片的孔位了。穿过来正好也是前边这个脸的拐角处三角形的这个孔位。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缝了好几针了，这个线就不会被撑过去了，就可以不按着它了。然后继续这样往下缝，有点反光。那没有办法3层一块儿找准针眼的话，就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么穿。
要缝到耳朵这里了。缝这里的时候，缝耳朵这个1、2第2个空位的时候，只穿这2片儿。然后后面也是往上穿，只穿黑色和前面这个脸蛋的这2个片儿，后面这个长的这个黄色的片儿不需要缝了，没有孔位了。缝到这里，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已经缝完1圈了。我们还要继续缝，把其他没有线的这些地方把它接上。缝到这里，我们继续从这儿开始缝过去。这个线穿过来了之后，缝到这个针孔，继续从右往左开始缝制。其实就是按照这个狮子的这个脸部的孔位去缝，参照的就是这个狮子脸部的孔位。最后这个身子的片儿没有孔位就不用缝。然后这个时候又回到3层一起开始缝。这是配件缝好的样子，这是正面，这是背面。我们还有2个肩带没有拼接上，我会稍微慢一点，教大家如何把这个肩带做好。首先，我们先拿出长的这根肩带，还有这个5金。这个5金这里啊，这是背面，我们用正面，把长肩带的一端穿过来，从下面，再从上面穿回去。我们留出一部分的长度，需要用最后剩下的这个小细条把它固定住。这里的量线长度是这个小长条的9倍长，对齐这里的宽度，我们找一个起针位置。
留出一点长度，用手摁住，然后继续这样，就是把它缝一圈。从后面往前穿的话不太好对孔，你就慢一点，然后对准就行了。缝到这儿之后，开始继续往这面缝。这里我们可以先固定一下，再继续缝。我们现在缝完一圈，继续再缝一圈。再缝一圈是，我们缝到这里是最后一针，穿过去之后，开始倒着缝，也就是从后面往这边开始缝。缝完之后，剪断拉线，把它固定好。
这一步我们直接就是完成了。完成之后，这个长肩带的另一端，我们要穿一下中间没有针儿的这个长方环，这样把它穿过来。穿过来之后，刚才缝这个的，这个中间有一个杠的五金，从这儿穿过来。穿过来这里，我们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皮料，把它固定一下。固定之前，我们这里要穿过一个钩子，我们还剩下2个钩子没有用。这里也是一样啊，正面朝外，我们可以把它对折一下，穿过来。穿完钩子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一圈缝上。这里的量线长度是这段长度的7倍。我们缝制肩带上边的这些小的皮料，全部都是用单针缝线方法，穿1根针。我们把它对齐，差不多对齐。然后从随便找一个孔开始起针。这里一样留出一部分线，用手压住。这个还真是得压紧一点儿。然后继续挨着孔位开始缝。这里我们可以直接
剪短一点，固定。然后我们继续往回倒缝过去，把这一圈缝完。我们把另一条短的肩带从这个没有中间的那个针的这个长的金属里面穿过来，这里也是需要用另外一个一样的皮料去固定，同样这个也是穿入金属的挂钩。这里的缝制方法和刚刚的这个缝制方法是一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缝制之后整体的效果。这是蓝色的包包，我们之前已经缝制好的，它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款包包的最后一步是需要用到2个圆的这个带子，还有4到5组这个螺丝，这是一组，这个我们会给4到5组啊，这个只需要4组。这个是已经安装好，下面我教大家如何安装这组螺丝。我们这一端，这里啊，这个用线缝制的这个接头冲着自己，光滑的这一面冲上，这个带孔这个孔位它是冲上的，给它安进去。然后我们用手捏住这个，特别因为它很小，所以千万不要弄丢啊！要都弄丢了的话，就没有办法用了。这个东西给它穿过这个孔，然后拧，你必须要对正它，
才好拧。你只要对正，你看，很轻松的就拧进去了。如果你拧不进去，不是说它有问题啊，基本上就是你没有对正，因为它是有螺纹的，看，基本上用指甲就快拧完了，看只剩下这一点儿。最后拧不进去的时候，拧不动了，你就可以用咱们给的这个螺丝刀把它给拧进去。这个螺丝刀它稍微大一点，这个螺丝稍微小一点，你就慢慢把它拧进去就行了。看，是很容易的啊！你看，已经拧进去了。你这里能拧多紧你就把它拧多紧啊！这里你能拧多紧就把它拧多紧，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装饰作用，为了让这个包更显得有档次，它只是装饰作用，所以你把它安紧之后就不要再去动它了，抻啊、拽啊，像这种都不要去动。我们这4个都按这个方法安装之后，把这个包包里面这个包包，我们之前不是缝进去4个这个细条吗？现在就用上它了。我们用这4个帕儿是穿这个黑色的带子的，从左面黑色的这一面啊穿过来，然后平分两边的长度，右边和左边都是从这个棕色这片上面的细条穿过去。同时把另一根这个带子，同样的办法，从一边穿过，然后我们再次穿过这个棕色这个皮料上面的这个细条。我们两边这样一抻，之前我们提前备好的这2个长条是固定这里用的。另一边也穿上。最后我们把之前缝制的小狮子的挂件给它挂上。我们有一面棕色皮料，这里有一个半圆环，用这个珠链穿过狮子，然后再穿过这个半圆环把它固定上。这款高大上的包我们就完美的做成了。之后把肩带记得挂上，然后这个肩带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根据你身高和平常背包的长短的这个长度来调节。